Hello，大家，米娅塔罗开课咯。米娅塔罗现在有线上的占卜课程了。这一堂课呢是给新手或是对塔罗曾经有接触，但是还没有完整头绪的人所开设的。在这一堂课中，你不仅可以开启连结神秘世界的通道，也能够发展成第二专长，帮助别人变成你的副业。那这一堂课呢，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开始，介绍塔罗的起源、塔罗的神秘背景、Major Arcana、Minor Arcana， 还有如何呢和你的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让你的牌拥有专属的能量。第二个部分呢是解读塔罗的神秘语言，我们要如何去解读塔罗牌，去听见塔罗牌的对话呢？有直觉的解读法跟理性的解读法。那在这一堂课中，不是要让大家死背印记，而是透过直觉力的开发，让大家可以跟塔罗直接建立能量的连结，你的解读就可以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精确。接下来第3个部分就是实战演练了，3张牌、5张牌，以及如何用塔罗的牌阵从爱情、人生到事业各方面去实战的解析，透过这些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演练，让大家在学完之后可以直接的去运用。那最后一章呢，也就是整个课程的一个亮点。这堂课呢，结合了塔罗跟丰盛能量，还有吸引力法则，让大家可以透过塔罗转化限制性信念，开启内在的丰盛，吸引更多的机会跟财富。也就是说，这门课啊，不单单是要教大家塔罗占卜，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塔罗来探索自己，吸引丰盛。无论你是新手，或者是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这门课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砖。那目前呢，这门课正在预购优惠中，预购结束之后呢，价格会调涨，请大家赶快把握哦。课程的连结在资讯栏或是置顶留言都有，或是大家也可以扫 QR code 进来看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个很棒的主题哦，叫做逆转胜。好，要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生命生活中哪一方面即将要逆转？人生在哪一方面有这种很开心，即将要起飞的一个讯息哦？过去可能困扰你很久的事情，终于要结束了，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开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牌卡哦，你们的主牌能量是什么呢？好，首先呢，你们抽到的这张牌，这张牌很厉害，它是龙的魔法哦。这一组的朋友宇宙第一个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选择你自己出生的家庭、出生的国家背景等等的。但是你可以去创造你一个全新的人生，不管你现在手中拿到什么样子的牌，你都可以把手中的牌变成超级好牌。所以呢，无论你现在经历情绪的低谷，或是财务上的压力，或者是说情感的一些纠葛挑战等等的，你想要过上你幸福的人生、理想的生活，那些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你们的内在有龙之魔法。好，其实你们的内心深处
就很像是有一只沉睡的巨龙，这只巨龙它有无限的能量跟魔法，也就是说，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内心啊，你们此时此刻现在就已经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你已经有力量了，只是你过去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潜能。因为这个女孩她的眼睛是闭起来的，所以你过去可能是在沉睡着，你过去可能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是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你说，这个只是你的限制性信念而已。当你对你自己说你不行的话，就真的限制了你的可能性。你要去看见你内在龙的魔法，当你看见，当你相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是可以去运用你内心的一个这种力量，你可以运用你的一个潜能跟特质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么你外在的实相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内在是很有力量的，这个潜能它等待着你去唤醒它。可能过去你因为恐惧啊，因为缺乏自信心的关系，或者是外部的压力，别人告诉你说啊，你做不到，你不够好，你就把这样子的声音内化吸收，然后好像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一个限制性信念，然后甚至把你真正的力量埋藏起来。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组你们第一个就是很重要逆转胜的方面，就在于这个念头的扭转。好，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描述，对于你自己的一个自信，或者说对于你自己会从一个不是那么信任到信任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们的逆转胜会出现在个人这种优势的展现以及自信能力的这个显现出来。可能你过去因为害怕失败，然后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你内心总是告诉自己说，我自己就是不擅长某一方面的事情，可能说我不擅长面试，每次面试都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说遇到要去做或者说在同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你就会想到过去失败的经验，然后就会觉得头皮发麻，就觉得成功几率很低。现在呢，龙之魔法，龙的这个精神要唤醒第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其实是有能力，你们其实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尽管过去可能面临了大大小小的一个困境，可是这个困境啊，它好像在过去，就是在你过去的这些日子它其实变成你内在力量的一个部分。你每度过了，或者说每经过了一个困境，哇，你身上的这个智慧跟宝藏，你身上的这个韧性又更加强了。所以呢，每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在让你的内在变得更加的闪闪发光。这些逆境，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它绝对只是一个垫脚石，不是你人生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能够做得到，你要先去行动。好，你的行动会点燃你内心的这个火焰，把恐惧化成你的力量。有的时候你就先去做，而不是要让你的心情来影响你的一个行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心情不好，我今天就不要出门，然后我今天就是本来预计要去健身，可能就想要放弃等等。事实上，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先去行动，因为你的行动可以去改变你的心情。你去做一个行为，然后当下可能有点不舒服，可是长期下来是对你好的。你去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让你明天不会后悔的。虽然当下很冷，要走出这个家里可能有一点困难，可是你还是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每一天都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未来的你会感谢你自己。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你自己的生命啊，你真正想要的生命是什么？真正想要的就是过的日子是什么？你想要跟谁在一起？你想要住在哪里？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伴侣？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什么样子的工作？好吗？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先去问问自己真心想要过的生命是什么，
然后相信自己，这个就是大家逆转胜的一个起点哦。你们的内在的力量真的非常的重要，你们有能力在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中去完完全全的翻转局面。如果你现在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独自一个人在面对好像生活中或者说感情上的一个压力，你觉得身心俱疲，你觉得自己质疑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一些翻转或是改变的话，宇宙想要跟你说，好，你要相信你内在有这个龙的一个力量，你要去正视你的力量。你在这件事中不是一个好像只能被动的去回应，被动的接受别人的一个好像告诉你一个结果，你其实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好，无论是从新的地方开始，或者是说去改善现有的一个局面，你们都是有能力，你们都是有办法的哦。所以第一组的朋友，第一张牌就是非常非常的正面的一个讯息哦。你内在的力量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不要让旧有的恐惧、旧有的限制性信念哦去绑住了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牌。我们的第二张牌是犀牛的精神，然后这只犀牛非常的可爱，它是有一个翅膀的犀牛，然后还有好多的花哦，它很像是这种犀牛界的女王嘛，很漂亮的一张牌哦。好，这张牌呢，它想要告诉你哦，延续前一张牌的能量，其实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只要坚定信心，这个障碍就会被你碾过去。当前方的路途出现一些小人，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犀牛的精神已经出现了，你就往前走。这些小人，然后这些那个障碍你的不好的能量，他们本来以为他们在路上你会很害怕，没有哦，你们就直直的走过去，他必须要闪开，他不闪开就被你碾过去了。所以当你有自信的往前走，这些困难它会闪开，这些不好的人、不好的能量，他会去离开哦，因为他看见不一样的你，看见原来你是无所畏惧的。当你无所畏惧的时候，对方反而害怕你。这张牌啊，它有非常坚韧的一个力量，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的一个困难，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解决的，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个比较持久的一个持久战，或是说你家庭需要有家人需要照顾，它是需要好像比较长久的去维护、维持，或是身体的一个调养。宇宙告诉你说，好，这个好问题，或者说这个事件、这个情境，看似是一个比较巨大，或者说比较久的时间上尺度是拉的比较久的，你们绝对也能够稳步的前进，你们绝对能够去找到出路，或者说你可以在现有的情况下去运用一些其他的人力来帮助你。你可以跟身边的人沟通，去跟他们尝试去要求你的资源，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可以去寻求专业的法律的金钱的一个协助让你去解决问题。好像不要一个人就是很害怕的躲在那里，什么都就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然后觉得自己很渺小。犀牛的精神，我觉得融入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开牌就是有这种很华丽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心态转变之后，很多事情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想办法，就是哪里有帮你解决困难的人，哪里有资源，然后当你去想办法去找的时候，真的很多的资源就来了。比如说关于金钱你去突破了某一个对于金钱、对于成功的限制性信念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赚钱变得更容易了。比如说你一直觉得我赚钱很辛苦，或是你觉得那些电视上的好像有钱人的生活都是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好像不属于你，你不配得这样子的生活。而现在呢，这个犀牛的精神，它也要将你的这种概念好像通通都打破，通通都拿掉。在哪一方面呢？要逆转胜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欢的精神其实跟前面的犀牛的精神有一点像，就是关于你设立的你的这个梦想好，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大胆的做梦了。这边有数字4，然后这张牌的讯息是无畏而且大胆。有些朋友，我觉得这张牌特别适合对应到你目前在生命中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的朋友，比如说你要转职，或者说你离婚之类的。好，有些东西其实已经放下了，接下来你可以去过上，就是果决的行动，去过上你想要的一个生活。好，有些朋友，如果你在工作上被压榨，新的地方或许有你更好的一个去处，或者是说你目前的这个薪水你觉得不满意，你其实也有去谈判加薪的一个机会，真的。那我看见大家更加的去重视自己的需求而且不会因为恐惧而停下脚步，你们真的会去做，然后你会去看见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面对挑战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种坚持到底的一个能量。过去你可能会因为恐惧、犹豫而退缩，但是现在即使面对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环境，你都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你的信心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我觉得你们学会了这件事情之后，好，你的新的生活就展开了。你会在哪一方面逆转胜呢？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职业上你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你会去尝试之前可能不敢尝试的事情，甚至你更加的愿意去投资自己。可能你过去会觉得说就是你想要上课，但是要不要先去找一些免费的资源之类的。而在这样子反复的一个过程中，你现在可能终于下定决心，你想要从这个就是免费的资源之外呢，去找到一些真正的有组织、有体系，或者说当下你觉得它是有内容可以去帮助你的一些，不管是课程或者是书籍也好，就是投资，愿意大胆的去投资你自己。你们过去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去投资自己，花金钱在自己身上，可能是因为害怕说我这样投下去会不会没有回报，会不会说就是落空之类。我觉得你现在因为相信自己了，你会去投资在自己身上。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也会运用金钱来去做一些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去借钱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过去不敢借钱，是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借钱只是增加我的一个负担，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些梦想，想要完成这个梦想，你知道这笔钱花下去是为了去实现某一个目标，可能你想要出国留学的一个贷款之类的。好，你想要去增进自己，你知道这笔钱花下去是有意义的，然后接下来你还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回报。你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会好好运用这笔钱，然后你也有明确的一个还款计划。你相信这笔钱在你身上，就是你运用这笔钱，借来的这笔钱绝对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这个钱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而是它是帮助你完成你梦想的一个燃料。所以这组朋友，我看见你开始可以去杠杆别人的资源、别人的时间，你也愿意去开口跟别人说你需要什么。好，你有自信，你可以好好运用别人给你的金钱、时间跟能力去达成更大的事情，甚至是资源。因此呢，除了去借之外，我觉得身边也会有人愿意去提供你的金主、资助你的人等等的，去资助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你想要做的梦想，因为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好，再来看到下面的牌我们这张牌呢是无为之道，这张牌很特别。好，
抽到这张牌啊，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误解，就是说，他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我前面就是好像很努力的在行动，怎么这张牌会变成一个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要躺在这边看天空的概念嘛？其实不是哦，这张牌更多的是在讲放下执着，顺应而为，顺势而为，顺从你的一个天命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长跟自己的天赋，你在你自己适合的赛道里，你不断的去加强你自己的优势，放大你的优点，会比你在自己不适合的赛道去拼的头破血流更好。所以这张牌在讲的是这个概念哦，我们的努力要用在适合的地方，我们就不断的放大加强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练的这个炉火纯青，别人都没有办法去跟你比的。所以拿自己的石头去击别人的卵，拿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去好像跟别人竞争，拿自己最棒的东西出来，在这个需要去竞争的一个场合。这组的朋友啊，你们走到顺流的方向之后呢，其实就会觉得做起事来很容易。然后有的时候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前面的这些努力他看见了。有的时候呢，你也要去顺应大自然的一个节奏，就是前面你们突破难关之后啊，宇宙这边也有告诉你要合作，有的时候必须要去放下一些不属于你的责任跟压力，然后会有贵人，会有资源来到。到了这里呢，宇宙想要讲的是，除了就是当你努力够了之后，有些事情就是要放手，让它自然的发展，因为宇宙有自己的节奏，该努力的时候就去努力，该放手的时候就是放手，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靠着就是强迫就可以成功的，因为宇宙有它的一个安排。你要让种子开花，它也需要时间，而不是去揠苗助长。宇宙想要讲的是这个，而当你顺流的时候，你身边的机会自然会出现，不需要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好像觉得很焦虑，放下控制哦。如果你过去好像很想要去掌握所有的事情的话，这样子的焦虑的心情可能会让你就是每一天生活中都会觉得比较煎熬，或是有些朋友你在一种感情的波动、情绪的波动中，你常常为了某一个人哭，你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觉得真是超级烦恼的。你很想要知道，很想要等到这个人给你回应，或是你用力过猛去做很多的事情哦，就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不做反而比做更好。好，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它可能会适得其反，必须要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让事情自然的发展，而且大家要进入到的是一个内心的平静。所以这组牌啊，你们也强调平衡的一个能量哦。当你的心越平静，当你学会无为的时候，你就会吸引更多的正能量进入到你的生活中。好，你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的轻盈，就像这张牌一样。这个女生呢，非常舒服的躺在草地上，好，很放松，旁边还有2只小鸭啊，就是陪伴她，很开心的一起看着天空哦。这边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感，就像前面跟大家说的啊，你们虽然不能好像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决定自己拿到什么样子的牌，可是我觉得最终你会实现你心中的一个幸福哦，简单的这个幸福，你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去找到喜乐，找到开心，就像这张牌的一个能量哦。幸福啊，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它就存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然后这张牌也鼓励大家多多接触大自然，去感受阳光，去闻闻花香，去看看美丽的天空。大自然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感动，也会让你紧张的心情好像逐渐的放松。
尤其是太阳光的能量啊，我觉得可以帮助你身上的这个不好的频率汰换，不好的能量汰换。宇宙想要说啊，不要总是把自己逼得那么紧，有的时候放下执着也是一种智慧，有的时候不动比动更好，就是不做比做更好。当你已经努力过头的时候，就等待让结果去发生。好，比如说有些朋友啊，你现在可能失去你人生的目标，陷入一个低潮的状况，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给自己放个假，去旅行，去旅游，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志工的活动，参加一些运动的课程，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经验，去听一听别人的分享等等的。好，之后呢，也许你会有新的想法、新的体验、新的一个感受。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哇哦，这张牌大家有看到吗？我们抽到了非常力量、非常厉害的这张牌。我们抽到的是盖亚。好，我们的大地之母出现了。大地之母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接下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逆转胜的讯息，就是大家的根基越来越稳固，因为你们跟大地的母亲做连结。而且呢，我觉得你的环境会有一些改变，你的环境会更加的帮助你去达成你的理想生活。也就是说呢，你周围的环境会变成一个支持你的一个环境，因为人所处在的环境啊，或是身边接触的人，绝对会影响你的一个行为哦。有的时候在环境很艰困的时候，你真的必须要靠一些意志力才能撑下来。我觉得现在你身边的环境会去转换成一个支持你的环境，而环境会影响你的行为，最后这个行为也决定了你的一个结果。所以除了前面大家对自己的信念之外啊，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外部的环境嘛。有的时候外部的环境不是这么理想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必须好像努力的去突破这个撞墙期，做一些很多的事情，直到外在的环境相应的发生改变，直到我们已经突破那些限制性的信念跟障碍的时候，外部的实相会发生改变。现在宇宙要给你一个更棒的好消息，宇宙看见你前面的努力之后，它要帮你生命拿掉一些困难，就是它要去创造一个支持你的环境。如果你身边啊总是充满一些负能量的人，或是一个比较常会去抱怨的环境，如果你现在的空间生活啊是生活空间是混乱的话，这个会有点像是好像当你想要去离开的时候，又会把你拉入另外一个漩涡。所以呢，这些会影响你成长的能量啊，你都要帮它排除哦。它会帮助你这个环境会更有利于去达成你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你逆转胜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如果过去啊，你生命中的这个人际环境是充满冲突，让你感觉到孤单，让你感觉到自我怀疑的话，现在呢，我觉得你会去建立很多就是值得去深刻耕耘的关系，或者是跟一些过去的友人重新的去建立回忆。比如说你们的友情啊，曾经很深厚，后来因为人生的大家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就是断联了。现在有机会重新的你被这些爱，被这些友谊包围。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外在的环境会相对应的有所调整让你能够去喘息，让你感受到关爱跟连接。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盖亚要跟你做连接，你要去接受这个连接，你要去接受这个来自大地的稳定的能量跟温暖。接下来你会明白，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外合一的力量，让这个盖亚大地之母的能量去渗透到你每一个细胞，你的根基会越来越稳固，你的心会越来越安定。接下来就是迎接你的无限的可能性会被打开。所以呢，你们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去公园散步，或者是说你在家里啊，可以
摆一些花草植物，在办公室摆一些花草植物等等的，去感受大自然，感受山林给你的一个能量的补给，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我们的下一张牌，你的下一张牌呢是宇宙之声，来自宇宙的一个声音诶。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答案在哪里？答案已经在你的内心了。因为前面呢，盖亚跟大家做连接之后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当你感到迷茫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去倾听内在的指引。这张牌是整个灵性讯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跟前面的盖亚都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很多的你的决定都不是你的决定，可能你是受到新闻啊、广告啊、媒体的操控所影响。现在的假消息也非常的多，甚至有一些这个消息它是非常精致的，它背后有一些意图，它是为了要引起人们的恐惧，或是讨厌特定的人，或是喜欢特定的人，他把这些讯息有点像是藏得非常的隐秘。所以呢，在这样子混乱的资讯爆炸的世界中，外在很喧嚣的世界中，哇，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迷茫、很困惑。所以宇宙要帮助你去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除了直觉之外，更深层的，它是来自宇宙的智慧，它会去指引你走下正确的方向，不受外在杂音的影响，去倾听自己内在的渴望。所以当你觉得很困惑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冥想，你可以去好像写下自己的想法，让这个想法好的不好的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让宇宙的指引流到你的心灵中。好，这个宇宙的波动，宇宙的这个跳舞啊，它象征的平衡跟和谐。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需要从一个就是宇宙的角度去看，就是说不要看短期的波动，你要看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果。短期的波动有时候是一个不真实的，好，它是就是情绪的一个波动，但是我们要看的是长期下来它会往哪一个方向走，这个方向是比较重要。有一些朋友啊，你可能会就是要考量的事情不单单只是你自己，可能跟你的家人有关，跟你的孩子有关，所以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要不要去接受国外的工作，要不要搬家，或者说要不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害怕或者说担心影响到其他人而犹豫。这张牌就是有一点建议你去权衡，去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做这个决定之后，好，你预设这件事情，你下了这个决定，可能1年、3年、5年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呢？所以，专注在长期的目标，在工作上也是专注在你自己的长期目标，不要陷入到某一个团体的这种小圈圈的斗争中。那个短期来讲，也许你就是好站对边，短期会胜利，但长期来说还是要专注你自己的目标上。有些朋友，如果你在法律上有一些纷争，或是在争夺监护权等等，好，你这张牌也是建议大家宇宙想要给你一个大局观，就是冷静的去协商，尽量以一个和平的方式去寻求解决的方案。所以你们确实可以去找到一个平衡哦。你在分析利弊得失之后，会做出一个更好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未来的自己给你现在自己的答案，因为宇宙之神它代表了更高层次的连接。未来的自己跟你连接之后，其实你知道应该要选什么，应该要走哪一条路，你去信任自己的内在感受，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生命中其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指引哦。同样的，如果有些朋友啊，你在追寻的幸福是一种关爱的关系、关爱的连接的话，宇宙神也想要告诉你说，
当你感受到没有人爱你，当你感受到你是不被爱，或者说你一直在找寻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接纳你、爱着你的话，其实宇宙想要跟你说，其实你需要去先给自己一个爱的拥抱，你先爱自己，这个爱的循环才会开启。你先做出一些爱的行为，爱自己的行为，或者说你先付出一些小小的善意，不论是在自己身上，或是在你觉得值得信任的人身上，或是某一个陌生人，这样子爱的循环它会开启。有一些人有一个很深层的想法是你觉得你在爱中付出得不到回报，你觉得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帮助别人，可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不会帮助你，甚至是你会帮助陌生人，然后但是当你有时候需要陌生人帮助的时候，好像就是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或是你害怕去求援，害怕求援的时候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对，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而且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又会加深你过去的一个信念。但是今天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一样你不要看短期的事件，而是长期的，在这个生命中，宇宙安排很多爱你的这种能量嘛，它可能是人，它可能是动物，它可能是来自大自然的。爱的形式、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今天呢吃到一顿好吃的，你今天呢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运动，或者是说呢你今天呢在人际上的一个互动，你得到了一些别人的一个称赞，或者是说呢你尝试的这件事情啊，有人他愿意，好像因为赞同你的理念，其实在不认识你的这个人的状况下就愿意帮助你，这些东西都会去发生哦。爱自己，你们有能力去爱自己，然后爱你生命中一切需要爱的事情哦。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就长远来讲，当你爱自己之后，你的这个内心就会柔和了，然后你会吸引更多的爱的力量，大大小小的进到你的生命中。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生气、不满足，有可能是你的标准更高，或者是说呢，你的期待值更高，你的想要的东西更多。当你看见，就是当你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在这个年纪好像还缺乏了什么，缺乏了很多。其实呢，这组朋友，第一个是你们有无限的可能，你们有能力去实现自己所要的，就是那个理想的生活。但是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够了。什么样子是够了？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止境的一个追寻。比如说金钱是越多越好，但是它也是要有一个极限。当这些金钱可以满足你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再花好像更多的时间精力再去追寻很多可能你这一辈子不一定用得到的金钱。好，你生命中还有很多值得去看的事情。这张牌在讲的就是以长期的视角来看待你的一个生命，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各个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丰盛，你也会有一双能够去看见这个世界美好事物的一个眼睛。当你去看见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期待的花香，你期待这个好像温柔的这个连接就在你的生命中哦。有一些东西过去看不见，现在当你看见之后，你可能会和以前一个误会的朋友重新解开心结，或是你可能会去舒缓跟一个重要的人的关系，可能是跟你的原生家庭，可能跟某一个过去的朋友或者是恋人和解，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从长远的角度去看，
爱自己是起点，爱自己是一个开启爱的循环的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哦。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珍惜，所以其实这个能量啊，我觉得它是蛮连结的。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感恩啊，珍惜是吸引更多丰盛的一个关键。好，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看见爱跟美的一个眼光跟眼神哦。然后我觉得这个牌的能量是很温暖、充满光芒的。感恩会是你心灵的养分，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和平感，而且这个感恩会出现，就是会扭转很多你看事情的一个观念。可能你过去真的因为焦虑、压力、不满而忽略到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现在你们会找到内在的和平，去实现心态上的逆转胜。好，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珍惜哦，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生命啊，有些人给你的一句话、一个帮助，它可能就是突破困境，或者是说改变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你的一个心里啊，会渐渐的觉得越来越温暖。你能够去释放善意给这个世界，而且你会去做一些行动，选择一些珍惜的行动，选择一些感恩的行动，从小事情开始，你从小事情开始去珍惜感恩，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你生命中有好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是值得感恩感谢的。比如说你也许啊今天是得到一个就是别人无偿的一个帮助，或是送你一个苹果等等的，好，同事请你去吃一个东西，好，一个饼干等等的，这是感恩生命中的小小的事情。接下来可能就要去感恩更大的事情了，有人送你一辆车，或是说有人把他一个很棒的机会、很棒的资源给你。也许他要搬家，然后就是他的家里啊有一些很棒的家具，他要给你等等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能量。你先去感谢你的小小的得到，接下来你会在更大的事情上得到满足。可能这个满足是物质上的，也有可能是这种情绪上的，或是一种服务上的行动，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看见聚焦生命中的美好的地方，然后这种感恩啊，这种珍惜啊，也可以去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人很健忘，有时候把这种值得感谢的事情记录下来，比如说你的感恩日记，或是说有什么令你开心的事情，把它收集下来。当你心情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再去看，去看这些你过去写下来的东西，其实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正能量。有些朋友啊，宇宙想要说，如果你觉得你缺乏财富，其实你真正缺乏的是可能是一个有点像是缺乏对现在拥有的东西的一个感恩之心，或是说珍惜的心，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是对于财富的这个距离啊，或者说财富的一个连接，财富的一个关联，它需要去被感谢，需要去被爱。就是你对于金钱的想法是什么呢？它是万恶之源吗？它是欲望吗？有钱人都很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才得到钱吗？就是当你去扭转一些念头，或者说当你去感恩一些别人的付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更多的金钱资源跟机会流向你，钱会开始流向你，而且流得越来越多。今天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呢？可能这个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服务给你，或者是说你可以去享受这样子的便利性。
你可以去使用一个很棒的高科技产品，那这个背后是别人的一个结晶，所以你付出的这个金钱，它也是一个感恩的能量。这种珍惜啊，这种循环啊，我觉得会为大家的生命中去带来更大的丰盛。你在这个地方感恩，然后会有更多在这个地方值得感恩的事情流向到你身上。你感恩金钱，就会有更多值得感恩的金钱留给你。所以呢，当你感激、当你感谢的时候，就会越变越多。同样的，大家也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的成长，欣赏自己的一个强项，欣赏自己的脆弱，欣赏自己的全部，而不是以一个过高的标准去关注自己还没有达到的部分哦。每一天呢，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感恩、去珍惜，你会吸引更多的好事情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超级厉害的最后一张牌哦，好，通往丰盛之门。这张牌很明显就是金钱的能量要到来了，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成功就在前方啦，这个门呢已经半开了，然后这个门在半开的时候，就有好多的金钱哦，被风吹过来，吹到你这边，而且有好多的金银财宝都在出现了。所以呢，成功啊，其实就在前方，丰盛就在前方。大家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丰盛，大家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能量哦。好，当你去移除你的限制性信念的时候啊，你才会去看到这个丰盛之门嘛。万一你不相信自己有丰盛的能量，万一你觉得不配，你可能看到这个丰盛之门还把它关上，就说这个门怎么打开了，我把它关起来。或者是说你就默默的路过，又想说这是谁家的门，其实这个门就是给你的啊。好，你就站在丰盛之门的门口，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你的财富啊、自由跟幸福都会为你而敞开。你只要持续的行动，你的未来它会去超乎你的想象。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就站在这个门口，你会从挣扎走向流动，走向富足哦。你会得到这么多的丰盛，是因为这个世界给你很多的感谢，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不论这个贡献是什么样子的贡献哦。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存在给别人情绪的支持、情感的支持，所以呢，他就想要给你金钱啊，或者给你需要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实质的劳力的付出，有的时候你的存在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力量，所以别人就会想要去把这个金钱或者说把你需要的东西给你，想要对你好。所以呢，好，你在这边就是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是本身就是你的存在就在创造价值，而这个世界会以金钱的形式回馈给你，它是对你一个深深的感谢。这一组的朋友啊，走到这里哦，宇宙还是要再一次强调，你们的未来啊，会比你想要的更加的好，特别是在金钱、在财务这一方面哦，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达成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的一个生活。每一个人对财务自由的定义跟所需的金钱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能够运用宇宙给你的这些资源，对你们来说是足够丰盛的，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因为你们是有能力去创造更多的，它不是一个定额的数字，因为你们有这个能量，然后你们有这个能量让金钱流到你这边，这个金钱可能也会因为你的自由意志而流出去，就是你想要分配给谁的身上，那个是你的一个选择。可是这个丰盛之门打开之后，我觉得后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除了有形的这个金钱啊、物质资源啊，更多的是无形的爱跟这种无形的一个相信、无形的一个信任，这些也都是很珍贵的丰盛的能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第一组抽到这个气势磅礴，我觉得非常不一样，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个能量哦，祝福你们。好，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对个人的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的话，也可以写 email
或是加我官方的 LINE。好，谢谢大家，祝福你们，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个很棒的主题哦。你们在人生哪一方面即将要触底反弹、逆转胜？然后呢，会迎来怎么样子的超大奇迹、超大惊喜？宇宙在哪一方面已经帮你铺好一条花路，等着你走上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朋友，宇宙要给你们的超级好运、超级惊喜。首先呢，看一下你们的主牌的能量哦。好，你们抽到的这一张牌啊，它是一张奇迹的一个起点。他看到的是你们当前能量的一个状况，这个是 The Three Gunas， 就是它是一个范文，代表说我们人身上啊，其实都会有3德，就是3种属性。一个属性是你的纯净光明，然后一个属性是你的动力、你的欲望，另外一个属性，第3个属性就是你的一个惰性，比较混乱、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抽到这组朋友啊，也许目前在能量平衡上，在这个生命状态上，你们是有一点不是这么的平衡。你可能会感觉生活某些地方有一些混乱，或是有些地方被卡住了。无论是在工作、感情或是财务的状况，你可能会有一些无所适从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些人哦，其实是一个就是燃料过强的一个状态。你们内心的这个动力啊，内心的这个变化啊，或者说内心的这个欲望啊，行动力其实是很强的。你们很渴望成功，你们也就是会去做一些可以达成成功的事情哦。你们确实是愿意为了目标努力的人，你们会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拥有更多的成就。然后很多朋友也许你是乐于去挑战，不怕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但是当这个好像欲望过强的时候，有时候你们会觉得比较焦虑，比较急功近利，或是说总是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可能你会觉得很忙碌，但是忙碌下来呢，又觉得这样子的忙不知道在为了什么，也常常容易就是想比较多，跟别人比较，造成情绪起伏不定，这个就是燃料可能太过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些朋友啊，则是你们内心啊这个惰性，就是一个这个惰性主导，会让你觉得你总是比较混乱，甚至有一种冲过头之后啊，看不到结果，你就会有一点想要停下来，然后觉得比较低潮的状况。你觉得好像在某一个环境被打压，你好像每一天上班都会很想要哭，或是很难过之类的。而这样子的状况，你会觉得是不是遥遥无期的呢？就是内心啊有一点混乱，或者说对于某一个感情状态，它是一个未知的，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你会心情就是非常的受到影响。你其实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会觉得我的人生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我对于我的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虽然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没有自信能够达成哦。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的就是被惰性主导的话，很可能你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负面的情绪，你会怀疑自己，你会恐惧，你会自卑，它很像是一个黑暗的漩涡。当你就是被这个漩涡主导的时候，就会好像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念头，让你跟外界隔离开来，就好像自己在那个漩涡中越陷越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满足现况。所以呢，无论是你们现在是被欲望驱动，被欲望主导，很忙碌，但是内心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或者是你被某一种惰性困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张牌的出现呢，它为什么要出现？它就是要帮助你做平衡，帮助你去提升内在智慧，帮助你去从你的内在去找到力量。所以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正在调整，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即将发生哦。你们可以想象你面前出现一座山，这个山是你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爬过的。而现在你正要去爬这座山，那爬这座山的时候，宇宙会帮你准备一些装备，所以对你来说，你只要信任这个过程，宇宙在帮你开路，宇宙在帮你找一些适合你的鞋子，适合你这个体型的衣服等等，可以保暖的，可以御寒的。好，宇宙帮你准备好之后，其实你就可以信任这个旅程。你只要愿意踏上第一步，你去走，奇迹就会发生。所以抽到这张牌，就是你们内在会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奇迹一开始，它不是好像外在突然的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很大的东西打到你身上，就是很大的惊喜掉到你身上。这个转变是从内而外去开始的。会将你们身体的，就是内心的这3种属性做一个平衡，然后你的内在智慧会提升，所以这张牌非常的厉害。好，你们内在的能量正在扬升。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讯息。我们第二张牌是什么？它是一个海狸的精神，海狸的能量。它是一张打好基础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们前面在一个能量需要调整的阶段，不论是你现在太卡住，或是有点太过冲动，做太多，就是加班加的太多，需要去休息，需要去喘一口气。这张牌呢，连接到海狸的能量，代表说你们在能量层次的升级之后，在你内在平衡之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越走越顺利。在这个过渡期，就是内在过渡，它去完成一个转换，完成一个平衡之后，你们会越走越顺利。海狸它正在帮助你打造一个坚固的基础。然后这张牌灵性数字6，它象征着和谐，象征着责任。海狸它是一个很会建造的建造大师，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它特别跟你的个人目标，你的人生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说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目标做连结。你现在的每一步努力，你现在的好像每一个小小的积累，它都是像海狸在堆木头一样，它是为未来去打造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堡垒。你可能觉得你在工作上这部分有点进展缓慢，但是只要你持续的去更新你的履历，或是你持续的去修改，去调整，去学习新的技能，甚至是多多的去跟一些相关的朋友、相关的社群聊天取经，这些小动作就很像是海狸他在盖这个房子，在盖大坝一样。这些努力终究最后会帮助你去达成你所想要的那样子的愿望，它会让你的事业去起飞。也就是说，你现在做的每一步，它都是逆转胜的一个基石，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哦。虽然你可能觉得你过去默默的耕耘很久都没有看到结果，但是这张牌告诉你说，你现在的基础已经稳固了，稳固之后你就要起飞。在基础还没有稳固之前去起飞的话，我很可能飞到一半就会掉下来，或者是说飞到一半遇到强风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抵御的。而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底现在是看起来非常的扎实。你过去的努力，无论是学习无论是你的这种理财知识或是存钱或是人脉经营你做的每一分努力，最后都会变成你的这个燃料，都会变成你的助推器。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蛮适合这种稳扎稳打的，就是不需要求快，你们每一步都走好。这样子其实是不会垮的，你们其实是可以很稳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堆叠上去。这张牌绝对是对你们过去努力的一个肯定。我看见你的努力其实正在为你的这个逆转胜跟触底反弹去奠定了很强大的基础。可能你在这个事业上的努力，也许当前的职场没有被就是没有被看见，或是说上面的这个气氛很不好，他们都
就是没有能够去发掘或是去理解你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其他地方，也许有一个你的朋友或者某一个贵人觉得你很不错，他想要把你拉出来一起做，一起合作，而你跳到这个新的地方，或者新的跟这个合作伙伴展开合作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里更能够去发挥你所想要发挥的，有更大的空间，你做起来更开心。重点是这个钱又更多了。以前的这个钱很像是遮羞费，就是上班你可能觉得很辛苦，然后这个钱是为了弥补心灵的受伤。但是现在你跳出来之后，或者说你被这个贵人看见拉出去之后，其实你每一天都在做你开心的事情，你做起来是开心的，而且你又可以收到金钱的回报回馈，你们的人生会转向不一样的一个方向。觉得有一个地方它被松动了，有一个地方它被打开了，而这个都是因为你前期有打好坚实的基础。那这样子的基础其实是非常稳当的。宇宙想要跟你说，不要着急，现在是一个就是整理的一个时候。可能过去的某一场大混乱让你觉得你的人生啊就很像是拼图散落一地一样，现在这个整理时期，你可以好好的把散落一地的拼图重新的拼起来。因为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可能过去你们在打地基的同时，你会遇到一些真的是突发的事件，让你把好不容易建造好的地基，让你有点像是眼睁睁的看见你好不容易建造好的东西啊，突然的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又有一些受损，甚至又要从零开始。不管这个是感情或是事业或是其他方面，你们有那种重建的一个讯息。好，但是现在呢，真的这个地基啊，它已经被建得非常的稳固了。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地基开始去延伸，去跃进，去迎接属于你的奇迹哦。你的地基盖得很稳，然后盖得很高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往上跳。你往上跳，你所拿到的这个东西，你所看到的世界就更加的宽广。好，我们的第二张牌是灵性数字的22号。22号它代表着梦想的实现。这张牌是蓝色的蜻蜓，停在一个非常漂亮盛开的一个花朵上。好，这张牌代表说真相的降临，突破幻象。这张牌是一个觉醒的信号，非常的重要。宇宙要帮助你看清楚某一些一直以来困扰你的迷雾，比如说你过去可能纠结在某一个问题上，人生的意义，纠结在某一段关系，某一个职场的问题，或是对于未来感到真的很茫然，无所适从。现在这些幻象它都要消失，它都要被揭开，你们要去看见真正的答案。这些困住你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你现在这个就是你们的地基已经建立好了，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更加的不害怕。如果你不害怕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呢？宇宙其实想要去询问你，因为我看见你们即将要看穿很多的假象，尤其是在你的情感，在你的自我成长上。比如说你可能一直犹豫要不要换工作，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一条路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要不要重新去学校学习，要不要搬家，要不要转换工作等等。这张牌它有点像是开了一盏明灯，让你看清楚真正的方向。你们可能过去一直在十字路口中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就是小小的去尝试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现在这一些困扰你的问题，这个迷雾要散去了，你会发现某一个选择其实比你想的更适合你。你会有一份洞察力，你会有一份清晰的直觉力，
这个洞察力，这个直觉力，就是你逆转胜、人生翻盘的一个转捩点，它会让你从一个比较困惑的状态，迈向一个豁然开朗，迈向一个光明的情境。所以过去如果你跟某一个人中间有所误解，现在也有机会让你去看清楚，到底是你误解了他，还是他误解了你，还是两个人中间真的是都需要去说清楚，都是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部分。有点像是宇宙要来催醒你，也催醒另外一个人，去看见究竟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连结中，是不是你其实误解了对方的一些意图，而对方也因为情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两个去看清楚真相，它是一个突破迷雾的时刻，你的直觉会变得非常的敏锐。同时呢，这个敏锐也有这个，就是这个敏锐的直觉也能够帮助大家去避免踩坑。比如说你要选择一个课程，现在的课程很多，然后眼花缭乱，有的可能是就是不是这么真诚，或是有一些它的这个内容你学了之后，反而对你的人生是没有注意的，反而是会让你更加混乱的。而现在这样子的直觉力跟洞察力会帮助你避开一些错误的选择。在感情上也是，可能有一个人他就是所有的条件都很好，但是你心里就觉得跟他相处就是有一点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怪。可能他也是非常有礼貌啊，然后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心里就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好像哪里就是很细微的地方让你觉得不对劲。所以这些警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转变啊，这个突破幻象的这个起点原因，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去看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来帮助你摆脱一个迷惘的一个状态。蜻蜓啊，它在水面上飞舞，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漂亮，但它也是从水底的幼虫去演变而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幼虫的阶段，也不要害怕，你不会一直都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你其实未来就是会像蜻蜓一样有漂亮的翅膀，你可以轻盈的飞翔，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强大。宇宙就是要帮你撕开这些谎言啊、假象，通通都把它撕开，丢到垃圾桶，帮助你去卸下旧有的包袱，旧有的一个能量状态。你可以去看见，面对自己的恐惧，你究竟害怕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害怕？勇敢一点去看见这个真相，宇宙也会带领你去看见这个真相，而最后的答案，它其实会让你很轻盈、很舒缓、很放松，它会让你飞起来。当你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好运就像蜻蜓的翅膀一样，它会带着你起飞的。好，我们的下一张牌老鹰的精神，这一张牌非常非常的厉害，代表着你们灵性层面的提升，你即将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会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眼前的你，不再局限于目前的一个困境。有点像是你以前好像是演戏的人，然后你在剧中你就只能看见你眼睛所望的那个方向，而现在呢，你们好像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你是从上面来看这些演戏的人，你不仅可以看见你自己在这出戏中，你也可以看见旁边的人，以及这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还有其他人背对你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你们接下来有这个灵性的力量的支持，宇宙在保护你，你并不孤单宇宙一直在保护你。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视角，不会再被小事情困住。宇宙想要鼓励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被支持的，不要害怕飞得更高，不要害怕看得更远。那这个数字23它也象征着灵魂的指引跟支持
老鹰的出现代表说，这组的朋友，你们其实非常有勇气，也非常有远见。无论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啊，这张牌像是一个保证书，宇宙告诉你说，它就是会在灵性上给你支持哦。你们其实就可以像老鹰一样，就是有俯瞰全局的这个能力。好，你的灵性的力量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说有些朋友，如果你目前在资金，就是在创业或是说在生活过程中有资金的一个困难，你是需要这笔资金去做一件你很想要做的事情，去完成一个梦想，解决一个困难呢，这样子的资金它会到位，因为宇宙会帮助你，而且我觉得它是以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到你的生命中。你可能本来预设，这笔资金我是要可能问问 A 问问 B 或是问问银行什么的，现在这个资金有点像是以意想不到的一个管道流进来。这张牌它是灵性支持的一个超级强的一个代表，你们不用很孤单的在地面上打拼，因为这个老鹰的力量它是会支持你的。比如说它可能会透过一首歌，然后传递一些讯息给你，比如说你看到一本书，看到一段文字，看到一段影片，里面就有一个讯息，它特别的戳中你，或者是说你们会做一些预知梦，在这个梦中是有指引的。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你人生的翻转不是靠自己硬撑的，宇宙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好，你们可以就是休息一下，去感受这股力量的支持。好，有一些朋友觉得你们会有一种来自于朋友的关怀吧，比如说送给你一个就是他自己手做的礼物，或者是说写一张卡片给你一句鼓励的话，是用一种很默默的方式来帮助你支持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知道你经历了这样子的低潮，一个就是不着痕迹，不会让你造成心理负担的方式去帮助你。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确实有被这样子灵性力量所支持的，在你的背后，宇宙就在你的背后保护你跟帮助你哦。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指引牌哦。好，接下来这张牌啊是这个 schedule 这个计划哦。这张牌呢，我们有看到这个时钟在滴答作响，然后有一个人啊，他好像拿着一个捕网，他要去捕这个飞起来的时钟，飞走的时钟。所以这张牌其实告诉大家说，需要有计划哦，时间管理跟这个做计划是很重要的事情。如何把时间分配好，去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有一些优先顺序，然后每一天就是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24个小时。那如果想要去达成你的某一个目标，需要去制定计划，比如说运动计划，比如说读书计划等等的。这张牌很重要，它在提醒你说，成功啊不是乱冲一通哦，只要你们有计划的前行，你们就可以去达成，一步步的达成目标。这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期，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很忙碌，你可能特别需要一个良好的时间管理。因此如何去分配时间，如何去管理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有计划的去行动。好，做一个时间表，它会让你的这个奇迹啊来得更稳更快。刚刚海狸这张牌也出现了，就是这张牌也告诉大家说，奇迹需要基础，而你们前期的基础已经打好了，现在要往新的地方迈进，而时间管理就会是你的魔法棒。这个魔法可以帮助你的梦想实现，所以呢，一天呢，真的是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就是除了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之外，你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去反思，去写日记，去冥想也好，宇宙会把所有的能量塞在这个就是你给自己的时间的这个小空隙中，帮助你未来再反弹更有力。你一定要给自己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你跟宇宙的交流，宇宙才会就是有办法把这些好的所有的灵性的支持的这些能量都过渡都给你。
都运送到你这边。好，我们的下一张牌。下一张牌超级棒的，它就是很明显的礼物啊，双手捧着这个红色的有包装袋的包装纸，很精致，还打了一个蝴蝶结的礼物，而且是双手奉上，代表说这个礼物很贵重，这个礼物代表了宇宙的心意，代表了某一个人的心意，特别去挑选，特别去包装，然后送给你，希望你开心，你会收到一份来自宇宙的惊喜，它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张牌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能因为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什么原因、其他的原因等等的，就是收到了一份别人用心准备的礼物，也有可能是你朋友去哪里玩，然后回来特别带了一份有当地纪念特产的礼物送给你。那另外啊，就是包含了工作上的升职加薪，或者是说意外的收入，或者是说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新的机会。有些朋友可能是在投履历的过程中意外的获得了面试的机会，意外的被录取了，或者是说这个礼物啊，它是来帮助你一个合伙的消息、合伙的机会。有些朋友则是你因为过去的这个基础得到了某一个资格、某一个证照，因此这个证照很像是一个礼物，帮助你往上去开启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有些人你真的是因为贵人的机会给你去介绍一份可能平常是需要去竞争而来的工作，就是他因为跟你友好的关系介绍了这一份工作给你，让你很轻松的可以进去一个人人称羡的职位。宇宙双手捧着红色的礼物给你，然后金色的蝴蝶结在这里闪闪发亮，所以这个翻转它并不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个真的会体现在你生命中的，你可以看见的一个历程，一个进展，有可能是感情的进展，或者是说这个礼物是你发现了你的热情，你发现了你的才华，可以运用在哪一方面，真心的去找到可以去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礼物可能跟你重视的人有关，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等等的，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你的爱，或者是说他们的什么样子的天赋被发现了，什么样子的好事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你会觉得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的这个好事就好像你自己收到礼物一样开心，可能是也许是你的孩子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对你来说那个就像你自己收到好消息一样，你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这是来自于某一个愿望的实现，或是某一个人的惊喜的帮助等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可以张开你的双手去迎接这一份很棒的礼物。好，我们的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一个停止的一个符号哦。好，这张牌要告诉大家说，有些东西要停止哦。什么东西要停止？要放下不服务于你能量的人事物，阻碍你的一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停了。好，有一些人啊，如果你过去啊真的是在一个很纠葛的状况，甚至有一点像是被小人陷害，被诈骗、被欺瞒、被别人用什么样子的好像诅咒，或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困住，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我停下来，要停下来。第一个就是外在不好的能量绝对不能再伤害你了，全部都给我停下来，因为宇宙在这边保护你。这个停止啊有两个，就是这个停止的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宇宙要帮助你驱隔那些小人啊、负能量等等，全部停下来，没有办法接近你，没有办法伤害你，没有办法靠近你。第二个就是你自己会放下那一些让你犹豫不决的恐惧跟怀疑。而且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会开始停止拖延，开始行动。可能你过去就是很容易放弃，或者说做到一半没有成果，就觉得到底要不要继续做呢？现在啊，我觉得这个拖延或这个自我怀疑的心态、恐惧的心态会结束，你们会开始动起来。
还有一些人哦，你们会发现有一些人际关系，或者说有一些合作的关系，你觉得很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这个老师，或者说你是一个这种家教老师，有一些就是个案，你服务起来就是很不舒服，跟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你觉得总是会耗尽大量的能量，也许你会去断舍离，就是不要去接这些个案，你反而觉得人生清爽很多，你会有更大的空间跟能量来服务你频率比较合的这一些个案，或者说这一些学生。那有一些旧的习惯，如果他在拖延着你这些东西，你也会断舍离，你也会暂停，甚至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你也会去打破，有一点像是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的能量，放下这一些能量的包袱，你们的这个翅膀会飞得更加的轻盈。你看，不论是蜻蜓，不论是老鹰也好，有一种越飞越高的能量。好，下一张牌。哇，这张牌超棒的，这张牌就是中乐透，一夕致富的能量也有哦。所以前面啊，停止坏习惯，停止对自己的苛责，停止一些不好的朋友、恶毒的言语等等的，停止这一些，奇迹才有空间进来，而且这个奇迹是很大的，所以大家赶快停止一些坏习惯，或是说每一天就停掉一些你不想要的小事情，这个奇迹就会到来哦。这个奇迹，这个好运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像是你随手买一张彩票中奖，你的发票中奖，或是突然接到一个很高端的合作邀约。然后这个好运它会让你一下子把你推到一个高峰，推到一个胜利，让你像这张牌一样，这两个一男一女笑开怀啊！我房子的买房的基金买房的基金有了，不只是头期款，还可能我是不用贷款，可以全款买下来的一个能量哦。宇宙帮助你，再加上你的一个努力，会让你的运势突然大爆发，升迁啊，赚大钱啊，遇到好机会等等的都有可能，这是一个时机成熟的象征，所以大家准备好去抓住这一波幸运。前面呢，蜻蜓就已经预告过了，你们的运势正在上升，这个好运很可能是跟意外之财有关，或者是说某一个契机让你觉得宇宙真的非常理解我，这个好运，这个礼物就是我想要的，所以呢，这个大礼会来到你的身边，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金钱能量上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的下一张牌是一个这种积德，就是做好事。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奇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礼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的这个奠基跟努力，也跟你的积阴德有关，就是做好事有关。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得到这个回报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过去付出了很多善意，你的这个善意会加速奇迹的发生。可能你们就是有时候自己行善而不自知，你们去捐一些衣服啊，捐一些东西啊，捐钱啊，帮助别人，或者是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会停下来，耐心的听他说，或者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或者说你用心的投入在这份工作上，你设计出来这个东西，你执行出来的这个你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它其实都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一部分。也因为你把你现在手边的事情做好，你其实就给这个世界释放了很多很多的善意。有些朋友觉得你甚至救过别人一命，甚至是你去安抚了某一个人的心，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都有可能。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在生命中大大小小的这种善意做的事情，可能在无形之间扭转了一个人，一句话等等的。你可能是一个老师，或者说你可能是一个就是前辈啊，你说的一句话，好，你做的一个行为，
对于你的这个学生，对于你的后辈，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可能因此就是翻转了他们某一个观念，或者说你分享出去的一个讯息，分享出去的一个观念，扭转了其他人的一生。所以我觉得真的，你过去做的这些功德就像火箭燃料一样，它会把你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你过去的善行跟努力都会有所回报。所以这张牌出现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累积啊，不单单只是实体的，就是你们在课业上知识的累积啊，或者说在技能上的累积，人脉的累积，它更多的是在灵性上哦。你过去的这些好行为、好心念，过去付出的努力跟善良，宇宙都看在眼里。可能你曾经帮助同事，在他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他完成某一个专案。现在这些东西，好，你过去的累积啊，现在有可能因此被推荐到一个更高的职位。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看似无形的善意、无形的功德，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了，已经度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很快就会化成实质的收获，帮助你人生有超级大的一个翻转。这不单单只是翻转而已，它是把你推向人生的高峰、高光时刻。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从就是普通人变成有钱之后，再变成富有，再变到富豪，你会看见这样子的状态，因为你们已经飞到不一样的一个高度了。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好像阶层的突破，你们是可以往上升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最后2张牌，关爱的连结哦。所以其实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讯息很明显，无论是在亲密关系、在友情上、在合作关系上，我觉得都会迎来新的转机。在你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真正关心你、真正支持你的人。其实前面宇宙也说，他会在背后去支持你。那同样的这样子的支持，在地球、在3D 世界上会化成一个实体的人。真正关心你、真正支持你的人会出现，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这个关爱的连结会更加深厚、更加深刻。你跟某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如果这组朋友你是单身，正在寻找爱情的话，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和你相知相惜的人，会遇到一个你觉得你想要去珍惜的人。那这张牌啊，也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生命中会有贵人，这个贵人可能是亲密的家人，也可能是一个意外出现的来帮助你的人。你的成功啊，会和这种关爱的连结、合作有关系。所以呢，你过去付出了这么多的善意跟支持跟帮助，做了这么多的功德，现在也要去接受来自别人的善意跟支持哦。而且这组的朋友前面有说过，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有误解的话，其实这一张牌也有代表重新连接，或是把一个误解解开的机会，某一个误解关系的一个修复。好，你们会接收到来自人际关系一个非常真诚的支持。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灵性之门哦，所以你们这一组好棒哦，就是有钱就有灵性，身心灵都很大的一个满足哦。好，打开灵性之门，这一扇门啊，它是一道光芒闪耀的大门，然后有白鸽在这边翱翔飞翔，它飞的过程中还散落了很多白色的羽毛，白色的光芒的能量。我觉得这张牌它是一个高潮，你们即将进入一个更高的灵性层次，
不仅是外在的成功，你的心灵世界也会充满了满足。比如说你在实现你的目标的同时，你在收到这份宇宙金钱大礼的同时，你也达到了内心的平静。这扇门象征着一个全新的阶段，会带领大家迈向一个无限的可能。这张牌的出现非常的重要，它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很多人得到了财富之后，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或是他的内心是还想要更多，他的内心是有一点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个金钱。有的时候过大的财富会对一个人来说，他如果没有那个德去匹配的话，这个金钱会是一个诅咒。可是对你们来说啊，我觉得你们的灵性大门一旦打开之后，你的灵性世界上升到新的高度，你可以容纳的金钱也就是意想不到的。你一旦打开这个灵性之门之后，你外在的世界这个丰盛也是意想不到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宇宙在背后作为你的超强后盾。好，你们在个人成长上啊，在生命当中都会走出一个迷雾，走出一个谜团哦，在关系上会更上一层楼，而且重点是你的内在这个基础是非常稳固的，而且从这个稳固的基础上，你要去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你们的坚韧跟你的善良啊，其实宇宙都看在眼里，而且宇宙想要去嘉许你。你们并没有在过去某一个困境、某一个混乱中去放弃，你不断的成长，所以宇宙想要给你这些礼物，给你这些鼓励。你过去的奠基都会换来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回报。这个回报不仅是外在的成功，还有真正的内在的一个富足感。你们即将迎来灵性上的觉醒，即将去迎来一个灵性上、身心灵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平静。你们即将进入到生命中一个非常美好的阶段，所以准备好去迎接这个新的阶段，准备好去进入到一个令你自己都觉得很惊艳的一个新的闪亮的时刻吧。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祝福选到第二组的大家哦。如果你想要针对个人的情况做占卜的话，也欢迎加我的官方的 LINE 或是写 email 给我。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哪一方面即将要起飞哦，人生哪一方面会迎来好消息哦。在未来的1到3个月内，这一组的朋友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降临，以及宇宙有给你什么样子的提点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主牌能量哦。第一张牌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一句话说，没有伞的孩子跑得比较快。好，那但是呢，如果雨下得太大，变成一条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跑步好像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船来搭救。所以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一直在努力的奔跑，你们一直靠自己去闯，或者说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你是有一个竞争的心态，或是你常常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好像一松懈下来的话，就会有其他人追赶上你。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你会面临一个处境，你会面临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很像是并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有用的。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今天雨下得太大，它是一个好像暴雨级的，会造成洪水的这样子的水量、降雨量的话，其实你很难光靠你的双脚去奔跑，你是需要借助外力的。有的时候你们会用蛮力去硬闯、去硬撑，而且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有很多人，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努力都没有回报，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或是说有回报，但是这个回报的幅度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
你看见身边的人，也许有一些人他是不需要那么努力的奔跑，但可能就有人帮他开路，很轻松的方式可以去度过这个难关，或者是说有人指点他，有人给他资源等等的。而你们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自己，你们也是比较容易去比较你自己现在的处境跟其他人的一个状况，你们努力以及你们所做的事情绝对不比别人少，但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好像还没有达到一个心中最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组的朋友啊，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头上是有皇冠的，你们生来就是走一个强者之路，并不是你的努力没有回报，而是这个回报要以10倍100倍的方式显现到你的生命中。你们走的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们有王者之命，你们是带着皇冠的，但这条路是需要你自己去闯，而你也有能力去把它闯出来，你有能力去把它走出来。所以绝处逢生，任何的困难它都会有一个实现。暴风雨已经过去了，这一组的朋友，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你们即将要迎来的就是雨过天晴的能量。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40号牌哦 ，Morning 早晨。好，这张牌啊，象征着新的开始、新的机会跟潜在的一个希望哦。所以呢，很明显的，宇宙想要告诉第3组的朋友，黑暗逐渐散去，黎明要到来了。而且这个黎明啊，等着你的世界是会让你微笑的。不管你过去经历什么，现在就是重新开始、重新出发的一个时刻。这边有灵性数字40哦，40，4加0，它是4代表稳固，代表一个基础，代表说这个新的开始，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宇宙要给你这个新的开始，是因为过去你的努力、你的经验，因为你过去经历了这些，才会迎来跟别人不一样的新的一个开始，准备去打开生命中的一个全新的篇章，迎接世界为你一个惊喜哦。所以呢，宇宙想要告诉第3组的朋友哦，你现在在烦恼的事情啊，在3个月内左右，它会迎来一次新的一个转机跟转环哦，它会有一种你渐渐的看到希望的能量。可能你一开始就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是说一直找不到一个方向，但是大约在1季左右的这个时间哦，这些事情会整理出头绪。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接到一个邀约，这个邀约是能够去发挥你专长的一个专案，或者说有些朋友你的公司内部会进行一些调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你去被升迁了，或者说人员有一些调动，在这个调动的过程中你去了一个更喜欢更适合的一个地方哦。有些朋友则是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卡关的过程中，你会遇见一个灵性导师，你的那种可以去启发你的人。比如说呢你在面对一个未知的状况前，你在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的时候呢，这个人他曾经走过，他曾经经历过，他曾经跌倒过，就是他可以去预见说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一些事情，以及哪一些东西是需要去避免的。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官司，或者是说有一种就是可能要去谈判离婚等等的一个状况的话呢，这个人他就是一个
有类似经验的人，他可能告诉你说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让你不会好像因为不留意不留神而吃了闷亏等等的。你会找到贵人，你会遇到贵人来协助你。这个贵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是人生道路上的先行者，所以呢基本上他可以把他跌过的跤、踩过的坑都跟你分享，以及哪边有机会，哪边有资源，怎么样进行谈判，或者怎么样子去做才可以去拿到最大化属于你的一个利益，他都会跟你分享，他都会告诉你。好，我们的第3张牌是33号牌哦，这张牌是自由突破的能量，马的能量哦，它象征着行动力跟自由。数字33，它是一个大师的数字，跟灵性成长跟指引有关哦。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有一股能量，就是在未来哦，可能这个能量在3个月的时候前期是在酝酿，然后大约在3个月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冲动，你想要去突破某一些限制，可能你对于现况不再满足了，你对于你现在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对于现在的关系，或者说你对于现在学习的知识，你想要更上一层楼，你会想要去突破，你想要去扩展更大的空间。有些朋友在关系中，你可能去渴望一个更深层的连接，或是想一些方法可以让你跟他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比如说你们是远距的状况，然后你会想说我要去终结这个远距离的一个情况。这一组的朋友觉得你们会想要去突破过去你生命中不是这么满意的情况，而且你们不仅是心里想而已，你会去行动，你会去行动来取得自由。这个不仅仅是外在的行动，更深层的是你内在对于你自我框架的一个打破。可能你过去会给自己很多的限制，或者说你觉得你的选择就是在这个角落里，你在这个角落中去看有什么选择。现在的这个能量很像是有一道光照进来，让你看到哦，原来你不只有这个角落，你有很宽广的天空，你可以去做选择。所以在灵性层面上，第3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有更高的力量在指引你，也让你知道你是值得拥有更大更宽广的舞台。好，这张牌马的精神哦，自由是属于你们的能量。这一匹马，它是一匹奔腾的马，它象征着力量，它充满着力量跟一个寻回自我自由的一个气势。所以这张牌有很积极的能量，很积极的突破跟很积极的一个解放。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去摆脱某一个束缚，去追寻你真正的目标。可能你们会去展开新的计划，新的学习方向，结交一群好像新的朋友，或是改变你人生中的某一些目标等等。好，这匹马在这边呢，结合前面这张牌，就是带大家去冲向新的一个未来。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绝对有能力去摆脱现在的一个束缚。比如说现在的人际关系中，还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令你很不舒服的。比如说现在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令你感到很不舒服的。那这个自由的能量，马的灵魂啊，马的精灵哦，他会去汰旧换新。这些人要么就是他自己离开，讨厌的难缠的人离开了，或者是说你换到一个地方，不用再接触他了，你跟他之间呢会有一个很厚的屏障，他的能量不能再影响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觉醒跟能量的支持哦。那你们会有很多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源自于
你打破旧有框架之后所获得的解放跟新的一个机遇，比如说工作环境的改善或是生活方式的改善。有些朋友的是你们可能现在住的地方你觉得不是这么满意，你想要换一个新的地方，你过去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有一点将就，有一点屈就，但是现在不用哦。现在你会追寻你内心的渴望，去找一个你真正想要居住的地方，或者说你真正想要买的房子等等的。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去进入一个更具有弹性跟创造力的这样子的环境，去实现你的梦想。有些人你可能会去辞掉一个你觉得压力很重，然后又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或是有一些人呢，你生命中会有一些意外的机会，比如说去参与国际的交流、国际的合作，或是一个创作案，或是这种旅行、学习的机会，让你去打开视野，去接触不一样的人，让你在人生跟事业上都寻求更高度的一个突破。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是山猫精神哦。这张牌它在强调的是生命的一个谜团哦，它有一种神秘信任，这种神秘未知的一个力量哦。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去看见你前方有什么道路，但是你没有办法看见，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你没有办法看见，不代表这条路不存在，不代表丰盛不存在。数字8啊，它常常被视为丰盛或是无限的象征。宇宙很清楚的想要告诉第三组的朋友，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够看清楚未来的全貌，也要相信你现在自己已经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要去勇敢的拥抱未知，甚至是有一点点去拥抱这个冒险，因为你未来的发展是超乎你所想象，而且充满了丰盛，充满了可能性。这只山猫啊，它是非常敏锐的，而且它是潜行于未知的世界中的。所以这张牌提醒大家哦，有的时候生命中有一些谜团，有一些未知，但它正是成长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很多的路其实都是靠着你们自己去走出来，去问出来。你们今天呢，身上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你不需要去依靠其他人，你也有能力去开路。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走得比较艰辛，觉得脚都磨破皮了，但是我觉得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去拥有连接其他的力量。就像我刚刚说的，除了用你的双脚走之外呢，是不是你可以去做一艘船？你是不是可以去杠杆其他的力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跟更高的力量做结合。所以在生命中，如果面临一些谜团，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好，这个是好事，这个是机会，因为你可以从中去发现新的方向。早晨的阳光啊，让大家会有勇气去探索未知。而这张牌啊，山猫这张牌，它是一个转机的助力。那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财富的机会，它是需要去跨出你现在的认知范围才能够获得的。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多大，你的财富容量就有多大。你的财富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变现。所以这一组朋友有点像是生命中，可能你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谜团，可是你亲身的走过去之后，这些谜团，这些迷雾就会散开，你就会去了解说来龙去脉是什么，这个人他是怎么赚钱的，这个模式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你究竟能不能够去复制呢？很多的东西其实你们都可以去理出一个道理来。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飞马的能量哦。这张牌真的好棒哦，大家你们要超越了，你们要升级了，你们要飞跃了。飞马这张牌就是象征着突破限制。因为刚刚啊，马的这个精灵，马的灵魂啊，就有说你们其实会
对于现况不满，想要做一些什么来打破、改变某一个循环。飞马这张牌就是象征着大家，你们真的可以去突破限制，你们会拥有往更高层次飞翔的力量，所以你们会从原本的状态升级，无论是心灵层面，或是实际的生活层面，以及财富的层面，你都会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比如说财富层面好了，你以前可能觉得有好多的人，他们都说的好像很正确，然后你都会想要去吸收。等到你的财经知识财商知识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有些人他讲话不是这么实在，不是这么可靠，或是说他是前后矛盾的，他是没有逻辑的。就是你慢慢可以去分辨哪些东西才是真正适合你的，然后哪一些东西它是哗众取宠的，哪一些知识其实根本就不是知识，它只是一个好像不必要的杂讯。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升级了，你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分辨，你们不会再被别人所诈骗、欺骗或是糊弄吧。当你还没有能力去升级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是很容易被外在的杂音跟资讯所影响、所动摇。而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配合前面的这个马的灵魂这张牌的自由之后飞马更带来超越的能量。你们这组的能量就是蓄势待发，准备一飞冲天。你过去的努力，你过去的累积，现在终于要迎来一个质的一个转变，所以你们会突破限制，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事业上的一个晋升，感情上的一个和解，或是个人目标的一个实现，并且会达到高峰。你的新开始会达到一个高峰，飞马会带领你飞向成功。你们将会从困境中升华，或是从过去的挫折中去迈向更加自由、更加充实的一个未来。很多朋友，当你内在的能力觉醒跟提升之后在面临挑战或是需要竞争的环境，你更能够脱颖而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一组的朋友适度竞争对你们来说是好的，但是你们不适合压力非常大，或是说长期处于竞争的环境。就是说这个竞争如果它是有期限的，或是说它是一个适度的竞争，它不是一个长期紧绷的状态的话，那是适合你的。但如果这个竞争它是一个好像无期限、无止境、很长的一段时间，丝毫不能放松，过度高压的话，它其实是会耗损掉你们的一个能量。就是这组的朋友，你们不适合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但是适度的竞争是可以去让你的表现变得更好，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冲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56号牌，它是一堵墙。这堵墙它讲的是障碍跟挑战生活中这个障碍跟挑战，其实这组的朋友可能也经历了不少。那这张牌代表什么？代表说你们起飞之前宇宙可能会给你去看见最后的一个考验。但这个障碍它并不是要阻碍你，而是要让你去看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促使你更坚定的朝着你的方向前进。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考验或是磨练，它会使你变得更加的强大。甚至有些朋友这个阻碍在呈现在你面前，它是为了要让你去看清楚一些事情，可能你需要做微调，或者说可能你的方向需要做调整，或者是说你本来以为资源在某个地方，而这个墙出现只是要让你重新思考是不是资源是在其他地方呢？它也有一个重新让你去思考的能量。而且这张牌它其实是有出口，其实是有出入的，所以有点像是你们只要在正确的地方去找出口，找到出入，你就可以去度过这个黑暗的过程。所以它并不是要来阻碍你的，它是要让你去依照你的内心去看见你真实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而前面那张牌就是一开始的这个主牌的能量啊，早晨呢，其实就告诉大家说，这个障碍它虽然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个困境就是会结束。你们的两张主牌前面就讲了说，生命的这个障碍跟阻碍会结束，所以这堵墙它是暂时的一个考验而已，它是为了你新的未来做铺路。而且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遇到了这堵墙之后，比如说人际关系的一个紧张，或者是说某一个计划的受挫，你才开始去想说，这个计划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或者说你脑海中会有一个新的点子来取代旧的计划，或是让你看清楚，在人际关系中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不值得信赖的。这个其实是对你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也许你跟这个人继续牵扯下去，它会造成你更大的损失，所以这堵墙它也有止损的一个作用。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58号牌消失的镜子。好，你们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对齐。他又再一次强调打破旧有的局限，或是旧有的身份认同。可能过去啊，这组的朋友有一些镜子，你在镜子中看到的你自己，或是别人眼中的你自己，别人的眼光，它也像是一面镜子，你在别人眼中看见的你自己，这些东西都要打破。比如说过去你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打破旧有的自我认同，去展现建立一个新的自己。比如说呢，你是一个自律的人吗？好，或者是说你过去对你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是一个成型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吗？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吗？你们现在可以去重新的去定义你自己，因为想要彻底的逆转胜，首先就是要放下旧的一个自我的故事。好，过去你一直重复的在脑海中告诉你自己的那个故事，现在要去被打破了。这个过程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要整个去改写，因为你也习惯了过去的模式。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习惯了，我凡事都是要靠自己，我凡事都必须去跟人家竞争，或者说在感情中我总是不顺利，总是差这么临门一脚。这些故事重新要被改写了。好，这个镜子打碎打碎之后呢，你们会更轻盈的迈向下一个阶段。这个镜子消失了，消失之后呢，会进入自我升华的阶段。这个镜子逐渐消失，也反映出第三组朋友你内在的一个转化。你们内心可能真的经历过很挣扎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自我怀疑、过度的批判但是这边它灵性数字58，5加8是13，它代表着转化，代表着重生，代表着大家即将要放下了，释放这些负面的情绪，让真实的自己去显现出来，也让新设立的这个身份认同可以去完成这个建立的一个过程而早晨的能量也照亮了大家的一个内心，所以过去的包袱放下之后，迎来的就是早晨的第一道曙光，已经为新的机会做好准备了。这组朋友，你们正在打破束缚，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高峰曾经的障碍，它不是阻碍你，而是为了促进你自我升华。你是可以轻松的，或者你是可以做一些努力去跨越你现在的这个界限。这些磨练会使你变得更具有韧性，更具有领导力。你们在事业上会获得灵性的启示，而且你们拥有那种可以带领团队迈向成功的一个潜质。好，我们来下一张牌。下一张牌代表的是现状，安于现状跟现况好，过去的封闭的环境某一个停滞不前的环境某一个重复的模式一成不变的工作，毫无进展的关系都要被打破了。好，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平淡的东西但是在前方这边也有新升起的一个太阳，看起来平淡的东西，它有力量去重新的做改变，或者是说有一些机会的
有些改变的机会已经渐渐的在接近了。这组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啊，有那种和解的能量。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家族啊，可能有因为多年的累积起来很久的误解，产生了隔阂，可能会因为某一场聚会、某一个谈话、某一个事件去打开心扉，或是可能是因为一个新的来临的家庭的成员、新的生命等等的，去解决了过去的矛盾。那也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你们是在海外的，漂洋过海的，那这张牌也代表说某一种聚会、某一种团圆的能量，其实会可以让你感觉到新生，感觉到温暖，在人际的连接跟支持中，你会去迎来很多幸福的一个时刻。过去的某一个状况，难解的状况，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有默契这样的相处，但其实这个相处状况不是最满意的，可能彼此对彼此都有一点不满，可是吵过之后还是没有用，就维持一个现况，维持一个僵局，表面的和平，但其实内心还是有怨气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有财务的纠纷，或是觉得什么议题它是不公平的，这样子的状况会得到和解，会得到舒缓。好，那下一张牌哦，来自四面八方的神圣的保护哦。不管是天使啊、指导灵或是贵人啊，任何形态的帮助，其实都在默默的成为第三组朋友的一个助力。所以不要再认为自己会孤军奋战，因为你们绝对拥有来自更高层次力量的支持。只要大家愿意敞开心胸去接受你的机会跟你的新的际遇，这个帮助它会不断的一个涌现哦。这张牌代表了全方位的一个支持哦，来自家人、来自朋友、来自更高力量的帮助，会确保你得到成功。而跟主牌的能量连接哦，你的希望它会得到守护，这些天使啊，它会为你的新的旅程保驾护航。所以无论你现在是身处在哪一个角落，天使跟高层次的能量它都会发现你，它都会给予你保护跟帮助。所以你在整个转变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是孤单的，不会觉得自己是独自一人的。可能曾经过去在你生命中一个跟你合作过的朋友、导师或是长辈，他会主动的去联系你，提供给你一些合作的机会，或是一个转型的一个建议，或是人生方向目标的一个建议。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会在某一个读书会、社交场合，或是说这种就是聚会中去认识一群或是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那他们会给你一些灵感，这些灵感呢，打开了一扇通往迈向全新事业或是全新生活领域的一个大门哦。好，所以大家你们绝对不是孤单独自一个人的哦。好，下一张牌它是欺骗不诚实哦。这张牌有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受到贵人啊或是朋友的帮助跟保护，在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的时候啊，或是一些合约啊、面试的机会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猫腻。比如说有一些人对你不诚实，一些买卖的合约等等的，或是一些感情上的诈骗等等，你可能自己有一些盲点，你不愿意去面对，然后现在啊这个不诚实的状况，他会去揭露出来，合作合约或是一些关于他人别人承诺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不会被欺骗，也不会被诈骗，因为有人会在关键时刻帮助你。看见哦，原来这个地方哦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需要去警觉的地方啊，因为这个举动啊，就帮助你省了很多的钱，省了很多的税，或者是说因为这个举动啊，就可以保护你的这种生命啊、财产的一个安全。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哦，你是看清楚一些感情的诈骗，过去你可能就是被一团迷雾遮蔽了真相，而现在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的眼神很锐利，再加上来自更高层次的指引，其实你可以看清楚假象哦，可以看清楚哦，有谁他是一直在
好像骗你，为了他的利益说一些好听的话，就是一个话术嘛。好，你看清楚之后，就会避免掉一些错误的决定跟错误的行为。比如说，你们会发现某一个计划，它其实是有一些隐患的，就是长久执行下来，它其实是有漏洞的，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这个漏洞会爆发，或者说这个计划运行下去，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未来可能会对于你的健康或是你的其他方面生活状态造成影响，所以你们会发现并且及时的一个修正。有一些朋友是你在健康检查过程中可能去检查出来以前没有发现的一些，就是被遮蔽的这样子的，好像一些病灶，好，现在被侦测出来，被发现了。你可以及时的修正，及时的去采取一些治疗的方案等等的。好，这些迷雾会散去，让你更看清楚前方的路。还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会更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好，面对自己，你过去可能没有办法去直视自己内心的一个阴暗面，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段关系，一个难题，你觉得很烦，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哦。你现在不再自我隐瞒，不再自我欺瞒了，你不再假装一切都很好了。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的真相要被发现哦。很多的过去小小的，可能现在已经存在的错误，都会被揪出来，它会被导正。它有一种防范于未来的能量，就像刚刚说的，有一些小问题，它可以及时的解决。解决之后你就可以放下心头的一个大石头。那把它处理好，其实你可以在很前期的阶段去发现之后处理好。就可以安心，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你可以看清楚假象，所以这组的朋友，不用担心，就是你未来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提心吊胆的，并不是说好像害怕有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未来是需要去烦恼的。这样子的担忧的心情，可以完全的被放下来，是觉得可以很安全的往前走，很安全的生活着。好，海面下的暗礁跟航行中的灯塔，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牌。好，航行中的灯塔，它也有一种指引跟导航的能量，要把大家导到一个充满光明跟希望的地方。灯塔会在你航行的时候提供方向，也就是说，这一张牌又再一次强调，第三组的朋友在你们迈向新的生命的阶段过程中，会有一盏明灯为你带路，它可能是一个导师，一个机会，一则灵感，它可以去带领你开路，影响你想要去的地方，也可以帮助你避开危险，避开诈骗，避开欺瞒的讯息。所以不要害怕未知，因为你的灯塔已经在远方，在前方为你照耀。即使你觉得现在生命还是一团迷雾，看不清楚前方，但是你只要朝着那道光前进，你们就能够更接近目的地。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它象征着明确的目标跟明确的方向感，大家可以去保持专注，可以去制定某一个长期的计划，为你未来的新的一个旅程就是迎着这一道光去走，有了这道光作为指引，但是不会去迷失方向的。好，海面下的一个暗礁隐藏的风险。暗礁是航行中潜在的一个危险，它是隐藏在水面之下，不是很容易察觉的。所以这张牌在提醒大家说，好，要避免触礁的方式，就是要在起飞，在航行的过程中保持某一种警惕跟灵活度。这张牌其实跟前面就是这种欺骗的牌相呼应。你们有能力去洞察周遭的状况，你们有能力去避开陷阱。有一些暗礁它藏于水面之下，它有一些危险，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们是稳扎稳打的一个能量。这些海面下的一个暗礁，这些好像看似危机四伏的过程，
都会被你化险为夷，所以不要担心嘛，不会去触礁的。另外，这个海面下的暗礁，它也有代表是冰山之下的一个情绪哦。有些朋友，你们在情绪上啊，会回归某一种平静的状态。比如说，过去你在情绪上比较波动，比如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会很不稳定、很急躁，甚至想要骂脏话，然后脾气不好的这个本性就显露出来。可能本来都可以很优雅，那这个情绪一来的时候，哇，你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克制了。这张牌我觉得大家就是你这样子情绪起伏的状况会变少，会回到一个比较平静跟平和的一个状态。好，因为有一些暗礁，有一些生命的这种经验跟议题啊，它好像会慢慢被你去消融、被处理跟化解。比如说前面有一种就是长期以来不满的状况，它被解决，就是打破某一个好像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现况。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困扰你很久，它也是你海面下的一个暗礁。每次触碰到相关议题的时候，你就是有情绪，你就是激动。现在这个问题它被解决之后，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整个人生中变得更加的平静，心情起伏不会这么大。好，我们最后一张牌是好漂亮的这张牌哦，这张牌叫生命之流。它讲的是顺着宇宙的节奏去流动，顺势的去流动。好，最后一张牌它强调的是随顺自在，随着生命之流前进。好，当你学会信任并且融入这一股生命的能量，你整个旅程会更加的顺遂。也就是说，大家会在自己优势的地方把自己优势的地方去放大，而不是有一点好像要去往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去冲的头破血流。顺着生命之流流动，就是在机会最大的地方去寻找成功，在最容易成功的路上去寻找机会。所以你们接下来的能量就是顺势而为，你可以跟宇宙的节奏同频共振，许多的事情、人、许多的机会自然而然的会流动到你的生命中，协助你去完成目标哦。这个奔流的彩色的海水象征着顺应自然，有的时候生命中有一些起伏，但每一次的起伏啊，它都代表一次能量的汰旧换新。这组的朋友，你们会到达你的一个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啊，你们不妨把它视为是你的一个新的起点，你会继续的成长。就是说，当你跳到第100楼的时候，这个是你的成功，但是你不会停留在这里，你会再往前走，再迈向第200楼，就是你会将你现在到达的这个地方视为新的起点，它是一个开端，它不是一个结束，所以这个是生命之流的开端，你会去迈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你可以去看到什么样子的未来呢？就是看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想要走到多远。当你跟宇宙的节奏同步的时候，所有的好消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入到你的生命中。当你学会放下控制，去信任整个过程的时候，各方面的正面的变化，它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去展开。它的机会本来可能是折叠在一起，现在就会打开，放松下来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可能是财务上的意外的收获，或是说健康、情感上的一个改善，或是转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那种长期以来积压很久的问题，会在关键的时候迎来转机。比如说呢，医生可能告诉你说，这个复原的状况超乎预期，让你觉得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可能在重复的这个复健的一个过程，或者说这个疗效很好，你可能本来要就是休养更久，现在你觉得身体状况已经就是好的很快，不需要，原本可能是预设要半年，现在可能2-3个月内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况了。长期以来困扰你的问题要结束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总结来说呢，就是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新的开始去开展，你们会去打破旧有的局限，去迎来事业跟生活上的飞跃，并且有外在的
灵性力量跟贵人的一个支持哦，你们会顺应宇宙力量给你的一个回报。当你放下抗拒，顺势而为的时候，生命之流就会将各种正向的改变送到你的一个面前。所以你们的好消息的来源，它并不是单一的，它包含内在的觉醒、外在的机遇，还有整体能量的一个跟宇宙的同频共振。这一组的朋友，只要大家你们做好准备，在心态上做好准备，然后对于周遭的一些支持的力量保持敏锐的觉察跟信任的话，这些好消息就会在你生命中的各个层面逐渐的去展现出来。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个人分析的话，也可以加我的 LINE 或是写 email 给我，跟我联系。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